我叫苏巧巧，苏州蟹黄面第一人的女儿。我凭借母亲留下的秘方，将姨母的面馆做成了江南第一面。可我没想到，今天新店开业却是我噩梦的开始。表哥，我刚拆完蟹，一身腥味。怕什么？没有你身上的腥味，哪来咱们碗里的鲜味？走！大家见笑了，这是我远房的侄女，在后厨帮忙备菜的，不知道怎么跑上台了，实在抱歉，赶紧下去，一身蟹腥气也不嫌丢人。闻见没？好大的腥味！各位，咱们顾氏蟹香阁的主厨，实不相瞒，就是在下顾老板年轻有为。我转身离去，在京城支起一家蟹黄面小摊。半年后，姨母的酒楼全部破产倒闭，而我却成了皇家御厨。爹娘，巧巧，跟姨母走，姨母照顾你。对，跟我们走。你年纪太小，经营不好这摊子，姨母帮你一起经营，让你爸妈的蟹黄面继续发扬光大。我靠着母亲的秘方，用一双手撑起了姨母的6家大酒楼。听说老板和少爷又买新大宅子了，3进3出，带花园和鱼池，气派得很。那得多少银钱啊？咱们一辈子也挣不来。巧巧，今天新店开张，我娘说了，让你上台。上台？对，上台。你可是咱们顾氏蟹香阁的主厨，没你哪来的面？我刚拆完蟹，一身腥味，得换身。来不及了，没人看你穿什么。原来姨母和表哥还是记着我的付出的。他怎么出来了？今天这场面，老板娘能让他上去？今日承蒙各位赏光，顾氏蟹香阁定要让大家吃得满意，宾至如归。3年了，我终于能堂堂正正的站在人前。上去啊，愣着干嘛？给爸妈海妈，给苏家争一回光。他怎么上来了？大家好，各位客官，承蒙厚爱，咱们顾氏蟹香阁第7家分店今天开业。哎，巧巧，你在这儿干嘛？大家见笑了，这是我远房的侄女，在后厨帮忙备菜的，不知道怎么跑上台了，实在抱歉。闻见没？好大的腥味，怪不得原来是后父。原来他骗我上来，根本不是为了让我争光。咱们顾氏蟹香阁的主厨，实不相瞒，就是在下。顾老板亲自掌勺，了不得！我早就猜到了，年轻有为，年轻有为啊！顾老板真乃苏州一绝。行了，你赶紧下去吧，别在这杵着，你不嫌丢人？苏巧巧，跟我来。苏巧巧，老板让我给你今年的分红。今年分了800文，老板大方，明年我得多揽点活。我做了3年的面，撑起7家店的后厨，这是姨母的意思。怎么嫌少？你是老板亲戚，都是自走个过场，别在意数量。多少厨子争着进咱们酒楼，你知足啊？娘，这方子您留给我的，我带走了。站住！你疯了！大半夜跑哪儿去？明天生意不做了，回屋去。县太爷明天要摆席，你可不许偷懒。300只蟹马上就到。我不干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不干了。苏巧巧，你以为你是大小姐啊？发什么脾气？你哪儿还有去处？你让开！巧巧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京城。京城？就你兜里有几个子儿？娘，帮出手艺学的差不多了，只差他娘的秘方。行，你走可以，把你娘的秘方留下。
手了，到手了！苏家秘方从今往后就是咱们顾家的了。他们不知道，纸上写的只是最基础的配方，真正的秘方是我的舌头和我的手。秘方写200下，但要看不够没弹性，过了就发硬。秘方说熬1天1夜，可1个时辰就得尝一回，去腥增鲜提味，哪一步都不能差。秘方写一炷香，我能拆的丝肉不剩，蟹黄不破。姑娘，去京城。劳烦传家。娘，苏家的招牌不会倒。第3天了，终于到京城了。50文，全押上了。娘，我赌上一切了。什么味儿啊？怪怪的。走走走，别熏着了。巧巧，记住，好面不怕等。娘的面馆开在最偏的巷子里，头3个月1个客人都没有。可我等不起。姑娘，这蟹黄面我能尝一碗吗？等等，价钱不便宜，你考虑好了再说。哦，要多少？1碗100文。100文，抢钱啊！最先楼的面没这么贵，什么破面这么金贵啊？还有，还差一步，你稍等。什么味儿啊，这么香？从这个小摊飘来的。娘嘞，这香味儿，受不住了，受不住了，太勾人了。客官，请用。不用找了。哎，说句话呀，这位爷，到底好不好吃？这哪是吃面，这跟抢有啥两样？这位老弟，你说话呀，到底好吃吗？姑娘，还有吗？我要来一碗。我也要一碗，倒要看看什么名堂。只剩最后一碗了。剩下一碗，我也要。这位爷，你都吃了一碗了。就是让给我呗。再做一碗。行，先来后到。老板，你摆摊就备这么点菜，会不会做生意啊？就是，这都吃不上一口。实在见谅，我做面只用最鲜活、最肥的蟹，你们这中原之地原料太少了，手里的银钱也实在不多了。明天来吧，各位，我明天会多备点菜，还在这东市北派。都让散几次了，我饶不了你。还未自报出门，在下赵廷玉。听闻江南顾氏蟹香阁的蟹面一绝，姑娘可曾听过？我3年前曾在那里吃过一碗，相当惊艳。你做的这味道让我想起来了那一口。不过，去年我又去了一次，没有以前的层次了。他3年前的姑苏第一鲜只有1家门店，每一碗面都是我亲手做的。后来门店越来越多，需求量实在太大，我每天清晨只能轮流跑遍每家店，帮他们调好第一锅浇头，煮好汤底，就得赶往下一个后厨。我能有幸知道你的名字吗？苏巧巧，我叫苏巧巧。苏巧巧，明天我还会来的。金南侯，这些东西来路不明，您身体贵重，不该随意入口。你没看到吗？那姑娘的灶台是全东出最干净的，一尘不染，都能照出人影来。本侯不仅要吃，还要给叔父带去这一碗。他老人家最近食欲不振，正好可以治他的病。老爷，您多少用一些，这都是御膳房特意备下的食材。吃不下。叔父，侄儿寻到一家面摊，老板是个小姑娘，手艺不错。叔父，趁热。明儿还吃这个？老爷，您
你可算肯好好用一顿饭了。在侯府当差这10年，我可从没见过老将军这般吃相。那一碗面到底是什么味道啊？客官，您的热水好了，慢用。辛苦你了。今天靠赵公子的银子，我总算赚到了启动的本钱。这被褥软软的，再也不用硌着腰睡在面粉袋上了。第一天只是试水，今天得正式开张，多挣点。苏姑娘，这边今儿给你留了好货。苏姑娘，你是厨子吧？嗯。这可是好东西，蟹粉，回去兑在面里，味道跟真蟹差不大。一包能顶10斤蟹，便宜10倍。蟹干磨成粉，提炼的精华，京城里好多酒楼都用这个，客人绝对吃不出来。不用了，苏姑娘，你别嫌贵，这一包我算你便宜。不是钱的事，我的面只能用最鲜活的蟹。这东西我见过，当年我姨母和表哥的店里也想过用这玩意儿。活蟹太贵，他们想兑在蟹黄里，降低成本，提高利润。不行，这东西味道不对，总会有客人吃得出来。你以为你是谁？店里的事轮得到你说了算？好了好了，巧巧也是为店里好，算了算了。那一次，他们终究没敢用，但从那天起，为了降本，我的月钱被从800文砍到了400文。这种蟹粉是用死蟹做的，味道比不上真正的活蟹，还有食用隐患。这蟹什么时候到的？今早刚到，新鲜着呢。这只不行。怎么不行？姑娘，你瞧瞧，活蹦乱跳的。这里泛黄了，出水超过1天，蟹黄开始发苦。姑娘，你这是什么挑法？别人买蟹都看大小，你倒好，盯着壳边看。蟹肥不肥看壳边，壳边鼓出来的里面全是黄，壳边扁的空的。这只留着满黄。服了，我是真服了。哎呦喂，连壳边都能看出门道。老周，你这回算是碰上行家了。30只，钱放空里了。这丫头比老于母还精。食材新鲜是做好蟹黄面的根基。3年了，每个清晨我亲手挑蟹，就像了解自己一样，了解每一只螃蟹。不过，这京城的蟹到底是比不上江南的。苏姑娘，今天可不能再卖光了啊！我从天没亮就来排队了。放心，今儿备得多。哎，那边在干啥？这么大阵仗，走走走，瞧瞧热闹去。江南第一面啊！听说在苏州排队排到巷子口，京城终于开店了！快快快，去晚了没位置，可不能错过。据说那是天下一绝。我倒要看看是谁来了。顾德茂，姨母的远房表弟，当年在苏州帮着管过一家店，贪财势利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姨母和表哥没来，今天他们在江南请县太爷摆宴，抽不开身。哟，巧巧啊！你姨母说你非要出来单干，我还不信。这还真在路边摆上摊儿了。你说你放着好好的后厨不待，非要出来自讨苦吃。这京城的水多深啊！你一个小丫头能翻出什么浪来？听叔一句劝，混不下去了就回去。姨母那边工钱你说说话，后厨帮工的不过嘛。你也知道，你这一闹，姨母心里不400文砍半，200文。来来来，开业大酬宾！今天所有蟹黄面8折，8折，用的可是江南直运的鲜活大闸蟹，不是什么路边摊能比的。8折，走走走，江南直运啊，可不能错过。我没有3层楼的借金字招牌，也没有穿旗袍的迎宾姑娘，可我有一双手，还有一颗自信的心。我做的蟹黄面不会输给任何人。把贵客下马车的地方挪到对面那小摊正前方。让让让让，贵客下车，闲杂人等退后。贵客里面请，里面请。
顾德茂还不知道，正是这些从马车上下来的贵客，将会成为我最大的注意。百姓很少吃蟹，吃不出好坏。可京城的名门望族不一样，他们对这种珍稀食材熟得很，蟹是死是活是鲜是腥，一口就能分辨。顾德茂用的是江南运来的蟹，走了好几天，早就半死不活。我猜他要掺蟹粉提味，普通人尝不出，可这些贵客绝对吃得出来。几位贵客慢用慢用。顾老板，府中临时有事，先告辞了。今日叨扰，府上还等着我，改日再续。味道不错，常来常来。这味道，停车！这是从哪儿飘来的香味儿？竟比对面那家还要够人。什么味儿？这么香？好像是那个小摊飘来的，连个门头都没有，路边摊。小姐，你哪能吃那种平民吃的东西？没办法，蟹黄面食材珍贵，做法复杂，本来就不是平民吃得起的美食。可我手里的银钱连盘下一家店面都不够。赵廷玉，苏姑娘，来2碗，我今天带了家里人。好嘞，赵公子稍等。好嘞，刚出锅的浇头，2位有口福啦。他这模样气度，怕不是嫌弃。那是靖南侯赵廷玉，他怎么会？那是他叔父赵祯。哪个赵祯？嘘，小声点。五军都督府都督卿士赵祯。堂堂靖南侯，连2品大渊都蹲在路边吃一碗连门头都没有的蟹黄面，还吃得比谁都香。姑娘，给我也来一碗。好。姑娘，给我装一碗带走。好。要不我先尝一口。好吃，过瘾，这才是真正新鲜的蟹。给我1碗，我也要1碗。这面多少钱1碗？李夫人，您这是？这简直是人间美味，比得上京城任何酒楼的名菜。还得等多久啊？这都半个时辰了，这味儿怎么不像从这儿飘的？这才是真正的蟹，人间美味。再来1碗！你们快瞧，那边什么面？怎么那些大人都蹲在路边吃，连这些贵人都抢着吃，咱还在这傻等啥？走！你很闲吗？嗯，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不去找个正经事儿做，天天跑我这儿吃面。我看你这身打扮，家里应该也不穷，还是找个闲职也好啊，总比整天无所事事强，多让人笑话。闲职？行了，不丢人，年轻人嘛，找个差事先做着。苏姑娘，你有这种手艺，为什么不盘个店面？我当然想开自己的酒楼，可我现在还没有那个能力。盘店面要钱，我这不是正在努力吗？哟，怎么就收摊了？我们可要开到晚上呢，生意实在太好了。京城真是富得流油，今天才第1天，收益2000两，零头还不算。今儿挣了多少呢？20两。20两，连租1天顾氏蟹香开的茅房都不够，何苦自讨苦吃？混不下去来找我，后厨拆蟹的位置还得是你最能耐。主子，此人嘴脸丑恶，要不要？不用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况且，你看他那个表情，一点都没被打击到。发生什么了？码头的蟹卖完了，蟹贩子说散货全被顾氏蟹香成了，我只能去下游渔村找了半天，只找到这几只，个头小，黄也不够满，勉强够用。好你个顾德茂，京城的蟹比江南的货差很多吗？差多了，京城不靠海，蟹都是走陆运过来的，
路上走3、4天，死一半，剩下的也半死不活。真正鲜活的好蟹，一到码头就被各大酒楼抢光了。我这种小摊子，只能捡人家挑剩下的。要是京城能通海运河，南边的鲜货直接走水路运过来，1、2天就能到。那蟹活着上岸，个个满黄满高，一碗面我会用3只蟹，那才叫真正的蟹黄面。通惠河、北云河，若是疏通这一段，南面的鲜货3日内便可入京。臣赵廷玉参见陛下。陛下，臣想跟您讨个旨意。说，陛下，京城河道淤塞多年，南边的货船进不来，北边的商队走不动。臣查过了，若是能疏通旧漕运河道，连通通惠河与北运河，南边的海鲜、茶叶、丝绸3日内可抵京，北边的皮货、药材也能顺流而下，商税至少翻3倍。臣不动用库银，只要陛下一道旨意，臣亲自去河道上盯着，1个月内保证通狂。朕记得你不是成天在外面找好吃的吗？怎么忽然关心起漕运了？臣找到一家面摊，老板有出神入化的厨艺，可他却说京城没有好蟹。臣想让他用上好蟹做一碗真正的好面。为了一碗面，你要震开河道？为了一碗面，臣愿意替陛下跑一趟河道。准。让刚卸的鲜货，江南直运的大闸蟹。哎呦，今儿这蟹个个肥的能蹦3尺高。通惠河真通了，这下京城可有口福了。1个月不见，你上哪儿消遣去了？苏姑娘，你要的好蟹终于来了。这1个月靠着小摊，我攒下了一笔积蓄。这间铺子我盘定了。姑娘，这铺子位置好是好，可粮铺生意清淡，到底是顶不住了。店面我不打算抛售，只能租出去。租，我租。这价钱，姑娘，您可真是赶上好时候了。快，就是这家！我跟你说，那味儿绝了！您快尝尝，比咱苏州的还鲜。老板，再来一碗，我兄弟陪你尝尝海鲜。这马车是苏州顾家的。这架势是顾氏蟹香阁的老板和主厨吧？他们不是来巡视店面的，是举家搬迁。听说他们在江南得罪了县太爷。老板，对面那家听说是从江南搬来的。嘿，姑娘您不知道，那对母子在江南可是出了大岔子。大人，这可是咱们顾氏的招牌，尝尝。江南独一份儿。拿走！奉县太爷之命，查账、查税、查卫生。在江南是混不下去喽，这才一头扎到京城找活路。唉。娘，您瞧瞧这京城，可比苏州气派多了。京城人傻钱多，最爱听个名头。只要这江南第一面的牌子挂出来，银子自然哗哗的往咱们口袋里流。等着吧，娘，这京城迟早是咱顾家的天下。气派。这京城的风沙可真大。表姐、表少爷，可算把您们盼来了。就是他，在对面摆地摊的那个。随他去，能翻出什么浪来？
自以为换个地方就能重来，却不知道自己有多可笑。哟，还真开张了！就这，库房改的，连个像样的樊招牌都没有。巧巧，你说你明明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偏偏出来这份罪，在苏州，姨母也是亏待你了。不必了。行，你有骨气。你要是实在过不下去，那姨母倒要说，这京城的昂贵房租，你能撑几天？是他。那老头又来了，穷鬼一个，吃不起还偏要来，装什么体面人？那顶轿子上的纹样是龙凤。老爷，您看看想用些什么？1碗蟹黄面。嘿。麻烦过来一下。有什么事儿？你们这面味道不对。怎么不对？蟹黄发腥，不是活蟹，汤底寡淡，熬的时间不够，面条没有筋骨，不是手擀的。为了提鲜，你们还加了东西，我吃出来了。我想见一下做这碗面的人。老子就是主厨，面都是我亲手做的，你说味道哪儿不对了？不可能，我在江南吃了3年故事，每个月吃1次，从没落下。我只是希望你们不要自毁招牌。就说怎么吃着不对劲儿，600文1碗，比江南还贵1倍，说不好吃，岂不是承认自己是冤大头？死蟹加东西，你嘴巴是灶王爷开的光！老子这面用的是江南直运的活蟹，每天天不亮到码头一只一只挑的。我看你就是来砸场子的，穿成这样，吃得起600文1碗的面吗？怕是攒了3个月的铜板来开1次荤，嫌贵了吧？滚！现在就滚！别在这碍老子的眼！行了行了，别跟客人吵。客人，这他妈是来砸场子的！来人，把这个老东西给我扔出去！都看见了，这就是来砸场子的。顾氏蟹黄面，江南第1面，不是谁都能来泼脏水的。老人家，您没事吧？老人家，您没事吧？我吃了3年顾氏的面，他们就这样对待顾客？势利的小人，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厨师。失望，太失望了。你也是做面的？是，您要尝一碗吗？这是3年前在江南，我与妻子一同吃过的那碗面的味道。那是我夫人，她生了很重的病，吃完那碗面，身体突然好了许多。可春天结束得很快，她后来再也没有机会和我一起出门。多少钱？不收钱，以后您来我这吃面都不用钱。你就是3年前顾氏蟹香城的厨师吧？
往事不必再提了。你这样的手艺，却只能在这样逼窄的地方经营。那顾氏老板无才无德，却能开3层的酒楼。这世道，百姓活着不容易吧？老人家，这话可不对。当今是盛世，先皇和圣上都是明君，轻徭薄与民收血。您瞧这东市，天不亮就有人摆摊，半夜还有商队往来。小女子从江南来京城，一无人脉，二无本钱，只凭着一双手一口锅，也能立住脚赚个槽饭吃。百姓只要肯吃苦肯下力，就能过上好日子，哪有比这更美好的生活了？您说是不是？老人家，您怎么……赵公子的脸色怎么白成那样？那眼神不是在看我，而是在看这位老人家。我刚才不会说错什么话了吧？你方才跟那位老人家说什么了？就随便聊聊天啊。他吃完了面，说起世道艰难，我就劝了他2句。苏姑娘，给我来2碗面，要1碗多加蟹黄的。好嘞，您要几碗？马上就来。难道真的是我认错了？那天起，京城开始疯传顾氏得罪了天大的人物。起初我以为是谣言，可没过3天，谢香昭门口就贴了封条，而我摆满华贵的马车，各家府邸的管家捧着朱红10盒的排队，而我的店却越开越大，名声从东市飞到了京城每一个角落。就是他，就是这个丧良心的死丫头！大家快来评评理呀！他偷了我们顾氏的招牌秘方，跑来京城开店单干，我们顾家遭了什么孽呀？给我走！苏巧巧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，在苏州我们供你吃供你穿，你倒好，转头偷了我们顾家的方子，跑京城来开店发大财。难怪啊！我说这蟹黄面怎么跟当年苏州顾氏的一模一样？我说呢，一个小丫头哪来这么大本事？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这女孩看着老实本分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你今天必须把酒楼分我一半，秘方是我们顾家的，你得让我们入股。你们能不能讲点理？无凭无据就来这里指责我，我现在就去报官，由着我们去公堂对质。好，不答应就别想走，我们自己人的事你还想闹到公堂上，也不嫌丢人。谁跟你们是自家人？圣旨到，苏巧巧接旨。圣旨竟然传到这小面馆里来了！圣旨？就凭你穿身戏袍就敢来假传圣旨，雇的戏班子吧？哼，巧巧啊巧巧，为了糊弄我们，连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都使出来了。哼！来来来，让老子看看你这太监是真是假！赵廷玉，拿下！啊，我的手断了，断了！快别打人了！靖南侯赵廷玉，你们以下犯上，对圣上不敬，圣旨是真是假？要不要去宫里对质？靖南侯，那可是皇上最器重的臣子，太上皇跟前的大红人啊！这开面馆的小丫头到底什么来？天天帮我烧水擦桌子的赵公子，居然是靖南侯！巧巧，接旨吧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闻民间有女苏氏巧巧善制蟹黄面，味绝天下。太上皇私使此位，特宣苏氏入宫谢意。太上皇怎么会知道我这么个摆地摊的小人物？钦此。苏姑娘，请进。赵廷宇，你最好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。你之前不是说你只是个寻常的富家公子吗？那什么，也确实是，只不过不是一般的富家，天家也算富吧。老天爷啊！我这1个月来竟然天天使唤一个堂堂的侯爷帮我擦桌子、扫地、烧火。好吧，我确实不该瞒着你。巧巧，你别生气。靖南侯苏姑娘，陛下召您2位过去。老爷爷，无妨无妨，这丫头在外面就是这么叫阵的。民女不知太上皇驾临，冲撞圣颜，民女罪该万死。起来起来，朕那日是去你摊上吃面的，又不是去问罪的，何罪之有啊？丫头啊，朕那日听你说，先皇与圣上皆是明君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只要勤劳就能过上好日子。这话朕听着心里受用，记下了。朕特意要让皇帝也来尝尝你这丫头的勤劳手艺。民女领旨。
不多不少，整整揉200下，面条才有筋骨。确实是天下第一面。父皇说的对，这后宫的厨子平日里自诩手艺超群，如今一比，简直没一个能打的。臣的无能，愧对圣恩。这面确实精妙绝伦，臣的甘拜下风。太上皇，要不民女也给您来一碗？好，快给朕也做一碗。丫头，你这面里究竟加了什么秘药？朕这几年体寒，一入秋就手脚冰凉，胃里暖洋洋的。回太上好，民女在面里加了一味紫苏，紫苏温中散寒，正好能解蟹肉的寒毒。民女瞧您关节不利索，猜您体寒，特意多搁了7钱紫苏。传旨，赐苏巧巧天下第一面金匾，加封皇家御厨，赐5品官带入御膳房当差。民女谢万岁隆恩，谢太上皇。传朕旨意，将顾氏一族逼出京城，永世不得入京。顾氏谢香阁以次充好，逐出京城。哼，永世不得进京，钦此。不可能，老子的酒楼刚开张，老子要见皇上。巧巧啊，是姨母错了，你帮我们求求情啊，我们可是自家人啊。巧巧，我们上车。从那天起，御赐金摆挂在了我店门最高处。我从一身蟹腥味的厨娘变成了京城最炙手可热的女掌柜。赵廷玉还是每天来。赵廷玉水都烧干了。怪我，方才想事情入神了。指望你帮忙，我这后厨迟早得被你烧了。苏巧巧，嗯，你打算一辈子就这么过？不然呢？我就喜欢做面。那我们好有缘啊！我就喜欢吃面，想吃一辈子蟹黄面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你嫁给我吧，巧巧，做我的靖南侯夫人，可好？堂堂靖南侯，就这么毫无架子的蹲在河滩上，一帮我洗着大铁锅，一边跟个满身油烟的厨仆求婚，你也不怕让人瞧见笑掉大牙？谁爱笑便让他笑去，只要能娶到苏掌柜，别说洗锅，天天在后厨给夫人拉风散我都乐意。你可要想清楚了。我每日跟螃蟹、灶台打交道，身上只有洗不掉的蟹腥味，我可不喜欢用那些世家小姐的香粉。这味道在旁人眼里是腥，可在本侯眼里，这便是最踏实的人间烟火，是我赵廷玉此生心安的归处。行吧，以后这苏记每日清晨的第一碗面，便特许你先吃。夫人说话可得算数。娘，您说的对，好面不怕等。苏御厨，咱家多句嘴，这御膳房的老师傅都是伺候了2、3代主子的老资历，眼见高，脾气傲。您初来乍到，多忍让些，免得生了意气之争。多谢公公提点，巧巧省得。手艺场上靠的从来不是资历，而是手里的真功夫。哎呀，苏御厨大驾光临，咱家这御膳房可真是蓬荜生辉啊！只是近来灶台实在紧俏，您先委屈用靠大门那口灶，等妍儿缺了个大豁，等有空位了，咱家再给您调配。苏御厨，这是李主事特意吩咐，专门给您留的上等贡蟹，今早刚运到的。大半都蔫了，蟹鳍发黄，蟹爪发软，这是挑剩下的半死货，放不到正午，蟹黄就得散。哼，不过是靠旁门左术博圣宠的民间丫头，真当能掌御膳房的勺？可笑！就是一会儿做砸了，看他怎么收场。整块饱满脱壳御厨，连蟹腿细肉一肘的一丝不剩，发堆各归其位，分毫不乱。好。
苏御厨，不是奴才不用心，是这柴火昨夜遭了穿堂雨，潮得发黏，根本引不着火呀，连灶火都生不起来，还谈什么御膳？民间厨子到底就是民间厨子。柴皮虽潮，柴心却干，劈出干心，火自然能旺。这是什么香味儿？鲜的直钻鼻子，绝了，真是绝了！鲜而不腥，浓而不腻，竟比御膳房30年的预制蟹羹还要鲜。回总管，今日送来的大闸蟹大半已不新鲜，臣女只得用废蟹壳数吸干净，调出汤底提鲜。若是上等活蟹，味道还能再上3成。贡蟹也敢以次充好？李德全，你当的什么差？公公恕罪。公公饶命啊！这都是底下奴才办事毛苍拿错了筐，奴才一时失察，奴才该死。拿错？御膳房给主子备膳的重地，也是能拿错的地方。耽误了太上皇的膳食，你有几个脑袋够砍？奴才明白，奴才这就去换，亲自挑最鲜活的贡蟹，绝不敢怠慢苏御厨。苏御厨挑蟹熬汤的本事，老夫今日开了眼。但御膳房不比民间小汤，讲究世代传承的章法，民间野路子成不了气候。3天后，老夫与你在这御膳房比试3局2胜的蟹样，你若赢了，老夫便当众任你招房蟹品第1人。有何不敢？3天后，巧巧定当请教。真正的较量还在后头呢。苏姑娘，老奴奉老夫人之命，特来请姑娘过府一叙。老夫人听闻姑娘极想见见姑娘。这哪里是叙话，分明是过府相看。祖母最看重规矩门第，对婚事一直心存犹豫。嬷嬷稍等，容巧巧换身衣裳。民女苏巧巧见过老夫人。廷玉那孩子自小性子野，做事由着性子来。他闹着要娶你，我们做长辈的总得替侯府把把关。姑祖母，苏姑娘可是御膳房的红人，拆卸做面辉煌都赞，只是整日油盐蟹腥，这双手怕是糙了些。当侯府主母应酬官劝，怕是不符身份呢。我靖南侯府世代勋贵，当家主母要执掌中妇，迎来送往，应酬各家官眷。哼，你一个市井厨娘，不懂诗书礼仪，不通世家规矩，你告诉老身，如何担得起侯夫人的名分？祖母，廷宇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？孙儿心意已决，巧巧坚韧通透，凭双手撑起面馆，比只会吟风弄月、搬弄是非的贵女强100倍。她手艺得太上皇称赞，凭什么担不起侯夫人？今生今世，我只娶苏巧一人，她进不了侯府，我便搬去面馆，这侯爷不当也罢。你这个逆子，为了个市井厨娘，你连侯位都不要了！老身看你是被猪油蒙了心。表哥，你怎能为了他这样作践晚亲，作践姑祖母？太上皇驾到！臣父陈民女参见太上皇，太上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都平身吧，朕在宫里闷得慌。听说老姐妹为难朕的小御厨，特意过来凑个热闹。老妹妹，这丫头是朕见过最有心的厨子，手艺天下一绝，心性更是端正。当年朕微服去江南吃了3年蟹黄面，只有廷玉有眼光，你别总抱着老规矩不放，平白折腾了孩子们。既然太上皇都替他说话，老身再阻拦，倒显得不近人情了。只是侯府规矩不能废，中秋宫宴在即，若你能把蟹品席办得漂亮，对了，这门亲事老家便应。中秋宫宴百官必至，何其繁杂，您这是故意？民女领老夫人考验，中秋宫宴定不负所望。巧巧，中秋宫宴非同小可，出半点差错都是欺君之罪，你不该答应我祖母的。不答应，她便永远看不起我的出身。廷宇，我想堂堂正正、毫无污点的站在你身边。姑娘，出事了！咱们昨夜剥的蟹黄，平白无故少了大半。哟，苏御厨，砂锅裂了，汤可就废了，您可得抓紧重熬，耽误了主子用膳，罪过可大了。姑娘，咱们晒干的紫苏被人泼了水，全发霉了。
这可是解泻毒最关键的药材啊！肯定是李德全搞的鬼。上次被刘公公骂，他怀恨在心，诚心要在宫宴前整死咱们。姑娘，咱们去禀告刘公公吧，要不找靖南侯撑腰。再这么下去，宫宴还没开始，咱们就输了。别声张，他既然敢动手，就不会留把柄。去找刘公公，反倒嫌我们无能。这几天你在后厨多留个心眼，尤其是夜里守夜，眼睛睁大些，别睡得太死。大宝少爷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被巡夜禁军瞧见，咱俩都得掉脑袋。怕什么？有你内验着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回少爷，砂锅紫苏都按吩咐毁了，半点痕迹没留下。哼，这可是欺君之罪啊！宫宴当天，把贡蟹换成死蟹，再把这包巴豆粉下进他的汤料里。怕什么？出事全算他看管不严，我要让他身败名裂，脑袋翻肩。杏儿，出什么事了？姑娘，我瞧见了，李德全跟一个穿便服的男人碰头，他们要换死蟹下巴豆，说要让您身败名裂，脑袋翻肩。姑娘，咱们怎么办啊？声音尖细，是他。姑娘，您知道是谁？他们不是被逐出京城了吗？他们居然有胆子偷偷潜回来。杏儿，你立刻拿我的信物出宫，去靖南侯府找赵廷玉。姑娘放心，奴婢拼了命也一定把花带到。查清楚了，那对母子躲在城外破庙，银钱花光搭上李德全，要在宫宴上要你的命。我这就调牵兵出城，把这对毒妇抓起来。不行，为什么？他们都要置你于死地了，此时不抓更待何好？现在抓人赃未获，罪不至死，放出来还会耍阴招。既然他们要演戏，我们就将计就计。我要在百官面前让他们罪证自现，一次案死。这太冒险了，宫宴何等庄重，出半点闪失就是欺君大罪。赵廷玉，你信我吗？真拿你没办法。好，全听你安排。宫宴不妨我亲自定，敢伸手的，定叫他有来无回。食材库的死蟹已原样放好，他们绝想不到真贡蟹已经被我们挪到了这里。他们以为拿捏了我的命门，却不知自己才是网中鱼。活蟹走侯爷专用通道运入，无人察觉。他们藏的引火物已经全被调包成了这种遇火即灭的尸油布。只要他们敢点火，沙土瞬间就能灭。他想制造混乱，只会自掘坟墓。荒唐，简直无法无天！老夫当差30年，从没见过如此下作、丧心病狂的阴谋，竟敢勾结外人下巴豆点火烧房，是要拉着全御膳房陪葬吗？王师傅，先前并非有意隐瞒，只是此事凶险，实不愿连累您和诸位师傅。连累？老夫做御膳一辈子，岂会怕了那个阉人？比试暂且搁置，宫宴当天，老夫亲自给你打下手，看谁敢动御膳房半分。苏御厨，宫宴就在明晚了。咱家来看看你这蟹品席的食材备得如何了？李主事，您瞧瞧，这贡蟹一筐挑不出3只活的，大半都散了黄。我正发愁明晚出了差池可怎么办？苏御厨宽心，你尽力而为，咱家替你担待。你忙，咱家先走了。姑娘，李德全又偷偷出宫报信了，明天的宫宴咱们真的能成吗？能成。这一仗，我不仅要赢，还要赢得漂漂亮亮。小姐，今夜这蟹品席可全锁在苏巧巧身上了。卑贱厨娘也妄想高价侯府，等百官吃了死蟹闹肚子，我看他怎么被拖出去砍头。走水啦！快来人啊！柴火垛走水啦！不好了，苏御厨，后院柴火垛走水了，大火直冲着食材库烧，贡蟹怕是保不住了呀！
苏巧巧，你个小可爱，一把火配这锅烂汤，今晚定叫你死无葬身之地！这怎么可能？火怎么灭得这么快？幸好谢全死了，苏巧巧，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。陛下，御膳房突遭大火，贡蟹全坏了，今夜蟹品席做不出来了。混账！巧巧是如何看过食材的？传旨！陛下息怒，回陛下，备用食材早已备好，蟹品席照常能上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你怎么对食材库的蟹了如指掌？难不成火是你放的？好香，这香味清而不腻，直钻脾胃啊！这面筋道蟹黄鲜简直是人间美味，老夫在江南吃3年故事面都不及今夜万一，这才是地道江南绝味。怎么会这样？死蟹呢？闹肚子呢？为什么他们吃的这么香？陛下，臣有本奏，今夜走水并非天灾，是有人蓄意点火，更意图调换食材，御膳投毒，欺君罔上。带上来！顾大宝，顾氏母子怀恨潜回，勾结李德全，点火换蟹，投毒构陷。此乃当场搜出的巴豆粉与密信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们还有何话可说？胆大包天，竟敢在宫宴上行此龌龊勾当，简直是大梁律法入屋，顾氏母子罪不容咎，打入天牢，秋后处斩。李德全私通外人，重则50，发配宁古塔，永世不得回京。林氏无状，屡次搬弄是非，构陷命妇，罚闭门私谏终生，永不得出府。礼部侍郎教女不严，降职3级。臣领旨，臣教女无方，叩谢陛下圣恩。陛下圣明，太上皇圣明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苏氏巧巧德才兼备，厨艺卓绝，深得圣心。兹特赐婚靖南侯赵廷玉为正妻，则即日完婚。钦此。民女叩谢皇上圣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恭喜苏掌柜，贺喜苏掌柜，贺喜正妻啊！遇刺正妻啊！苏姑娘真是好福气，前途无量。苏姑娘，瞧老奴这嘴，该称少夫人了。这箱头面是侯府历代主母传下的宝贝，老夫人吩咐务必亲手交到少夫人手里。老夫人说了，少夫人有大本事，好品性，以前是她老人家墨守成规，还请少夫人别往心里去。嬷嬷言重了，老夫人为侯府考量严苛，本是情理之中，巧巧明白，不会心生怨怼。杏儿，把老夫人的心意妥善收进内室。好嘞，姑娘，奴婢这就去办。巧巧，祖母定了下个月初8的婚期，虽有些赶，但你放心，我绝不委屈你。这软腌螺做嫁衣最好看，喜宴你想加什么菜？要不要把蟹黄面也加进去？赵廷玉，我问你，我嫁进靖南侯府之后，还能开面馆吗？傻丫头，当然能了。别说一家，你要开多少家我都依你。西跨院我早收拾好了，厨房全按你店里的样子，1比1置办的。进了侯府，你想做什么都随你，有我在一天，侯府上下绝没人敢对你说半个不字。我从未想过高价登天，
只想守住母亲的手艺，凭双手踏实过日子。得遇良人，何其有幸！专收孤女为徒，管吃管住，亲照手艺，不收一分数销。苏掌柜，祖传秘方可是宝贝，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啊！大叔，我不这么想，我娘传手艺是为了让它传下去，不是藏着掖着当私产。他们无依无靠，学的手艺就能挺直腰杆过日子，不用依附别人。就像当年的我，凭一双手，到哪儿都站得稳。春桃，手腕要带劲儿，面揉够600-200下，吃着才筋道。师傅放心，春桃省的，夏荷一定加倍努力。王师傅，您怎么有空出宫来了？听闻你收了女徒弟，特意来瞧瞧。这是御膳房历代谢草谱，让姑娘们也开开眼界，别死守一门手艺。王师傅胸怀宽广，巧巧带姑娘们谢过王师傅厚赠。小三子，3号桌蟹黄面脆后厨，地擦干净些，别划着柜子。好嘞，春桃姐。绝了，这面已有苏掌柜7、8分风云了。明儿我大婚，店里关门1日，高汤熬好，温火守着，切不可断了火候。师傅放心，我和夏言姐一定看好铺子。姑娘，明儿您就是夫人了，以后再也不用受那些气了。手里有本事，腰杆子才硬，手艺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。巧巧，你今天真好看。呆子。